在自己家门口的事情比别人的挖机强了，你们说我陈师傅该怎么办？兄弟，你是哪个村的？你怎么跑到我们村里面来抢我的活嘞？大哥，如果我到你们村里面去抢你的活，你也不开心呐。哦吼，陈师傅开挖机只开那挖机。前几天我给一个东家干活，帮他推平了一堆土，做了10多分钟事啊，东家就拿了一瓶饮料给我。他跟我说这次就给他帮个忙，以后需要用挖机他就指教我。没想到啊，他今天真的叫我干活来了。但是我那个不争气的表弟啊，刚下拖车还没开始干活，链条就被他开出来了。我也真的是无语了。我这台挖机链条从来没有掉出来过，这是第一次被他掉出来。你说要是在泥巴里面，或许在石头堆里面掉出来，我还觉得情有可原。但是在这么平坦的地方都被他开出来了，这个啊就是他的技术有问题了。他呢就一直在那里装，也不把链条的防油放出来。最后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叫他下来把防油放了。你在血爪的时候要撑起来抓一下，晓得吧？你不要直接血爪了就直接去找，你这种地方你根本就要撑起来抓一下才行的。嘿，这个表弟啊，我要说他呢，他还反过来怪我。他说是我把挖机拖到这个地方来的，要是不在这个地方下拖车啊，链条就不会掉出来。哼，他自己技术不好还怪别人。现在链条的防油已经全部放了，我也不告诉他怎么装，看他能不能够装得进去。我看着他用挖斗压着链条，然后一边行走，我也真的是服了。你们说这个怎么装得进去？我就跟他说啊，叫他直接把链条挖进去，再撑起来血爪一下就可以了。好了，撑起来抓一下，抓。好了，下次你这样血爪不得，要撑起来血爪，晓得吧？不要直接这样血爪过去，链条就容易出来。前面是装进去了，但是上面这里还有一个轮子，也要套进去才行。他呢就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抬，但是抬不动。虽然我是他表哥，但我也是他老板呀，所以啊，有些事情我就要他自己想办法，不可能什么事情都要依赖我。然后他就找了一根木棍呐，把它撬进去了。接下来就把防油嘴拧紧，然后我们只要把防油打进去就可以了。借今天这个机会啊，我告诉一些同行新手，如果链条出来了，切记一定要先把防油放了，这样链条就比较容易装进去。这个打防油的原理就是，这里面有一个打气膛一样的装置啊，然后你那个防油打到那个钢结杠里面，就会把这一个滚轮呐往前面挤，然后就把这个链条啊撑直了。看到没有？只要你一直打，然后它的这个链条就越来越直，这样就紧了。打到这里啊，1公高就可以。你又有几天没有打防油了？要你打防油，每天就只知道玩啊！今天我监督你啊，全部打满啊，每一个都要打一下。我这个表弟啊，给我开了7、8年挖机了，但是呢，对我依赖性太强了，什么事情都要我说他才去做。你不叫他打防油，他就不打防油。什么检查机油啊，检查防冻液啊，你要是不跟他说，他一辈子也不会去检查。所以只要我有时间的话，我一般都会在工地上面陪着他。我们回到干活，今天我们这个东家的精神是，他那个房屋地基啊，已经打了地脚梁，地脚梁里面有1米多高，要回点土，所以就要从这里拉点土回去。今天这个货车司机呢，跟我舅舅差不多，只要有货，他就一个车子在这里拉，给他装满之后啊，挖机就只能停在这里等他来。后来东家实在看不下去了，然后东家就又叫了一个红色车子过来，这下2个车子拉刚好就能够接上了。今天呢还好这个红色车子来了，因为这个红色车子跟我关系非常好，然后他就偷偷的告诉我说东家的房屋地基那里有一台大挖机在那里干活。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我当时脸都青了，立马就坐着那个红色货车来到东家房屋地基这里，没想到还真的有一台大挖机，我就好好的跟这个挖机师傅说啊，叫他先把挖机停了。兄弟，你是哪个村的？你怎么跑到我们村里面来抢我的活嘞？大哥，如果我到你们村里面去抢你的活，你也不开心呐。这个老板1个星期前就告诉我了，他说把这个事情交给我。啊，你真的是。以后不要来抢了啊，兄弟啊，真的搞挖机太不容易了，现在。兄弟们，你们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要是家门口的事情被别人做了，那就太没面子了。把这里的土全部装完，东家就叫我去他家吃饭。这个东家呀，也是很给我面子，都已经1点多钟了，我没来之前啊，他们都没有动筷子。
哎呀，终于吃上了6个菜。吃完饭之后啊，货车司机都只拿了1包，东家却拿了2包椰给我。东家要我给他帮一个小小的忙。这里还有2车土没有倒下来，需要把这里挖开。没办法，东家说要我去开一下这个挖机。我去，这个挖机我还不知道会不会开啊。我至少好几年没有开过大挖机了。我们去试一下，看会不会开。哎呀，记得我上次开大挖机还是10年以前了。哎，他说那个钥匙在上面。嘿，钥匙真的在上面啊。试一下，开一下徐工。没反应。这个屏幕怎么没反应呢？咦？这是不是化掉了？可能他是把总开关挂了吧？看一下总开关有没有挂。我去，老挖机。哦，总开关挂了，可以了。他还有挂总开关的习惯。这下有电了。我去，做了40多个小时了。打着了！我去，大娃娃！空调呢？空调没有吗？好热啊！呀，好像忘记加油了。把油打开。哦。呵呵，有点意思。哎呀，这个挖机大挖机真的好看。这个大挖机1斗相当于我们小挖机4、5斗。爽了！好久没有开过大挖机了。哎呀，今天过一下大挖机。哎呀，只是没得空调，好热啊！哎呀，兄弟们，太热了，兄弟们！你们说，要是有空调的话就好了。看我这个汗没有，全是汗呀！现在太热了，继续挖，继续挖。还得 OK 对的。等一下，我们就把小挖机拖过来，然后这个房屋地基里面要用我小挖机挖。这个大挖机我压的话，它就容易把这个那些红砖呀压化了。这个东家呢，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它最下面呢，就是用那个石头砌的。然后中间呢砌了一根钢筋混凝土地脚梁，然后这个上面呢又砌了这个1米多高的那个红砖。它这种地基我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哦。哎呀，算了，我受不了了，兄弟们受不了了。算了，我不挖了，太热了，受不了了，受不了，热的不行啊！哎，这个真桑拿一样的挖机就是真桑拿。溜了，歇会儿，走了。东家太热了，东家，我不挖了，算了哈，太热了，这个大挖机我开不了啊。嘿，其实热都是其次，主要是如果我用大挖机把土全部塞进去了，那等一下我小挖机就没活干了。所以我只要能够让那2个货车司机把土倒了就行了。现在呢，已经快下午2点钟了，因为我有个午休的习惯，刚好东家距离我家也不远，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到家，所以我就干脆回去睡一觉。嘿嘿，兄弟们，到家了啊！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去看我的那个小棉袄。现在它才出生50多天，每天24个小时，它至少有23个小时在睡觉。你们看陈师傅的小棉袄多可爱，像不像我陈师傅？睡觉喽，3点钟再去干活。哎呀，这个太阳真的是每天都是37、8度。太热了，上班。因为中午下班的时候我急着去东家那里吃饭，怕晚一点去的话，东家他们吃完了，我就没饭吃了，所以我中午就没有把挖机带过去。结果下午呢，又要跑来拖挖机。
哎，总是丢三落四的，又多跑了一趟。好在这里距离东家那里啊也不是太远，拖着挖机啊也只用了几分钟就到了。我本想又在挖机旁边录视频偷懒，让表弟一个人干，可没想到啊东家硬是要我上。他说如果我不去开的话，他就叫大挖机来干。我也真的是服了，这个东家真的是太厉害了。然后我就跟东家说，如果你要我给你挖，那你就要买瓶饮料给我。结果他立马拿了一瓶饮料给我，这下我就没办法了，只能去开挖机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自从我陈师傅开着挖机去了一趟西藏，我的积蓄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啊！你们看这些房间里面的抓头，没有一个比我挖发，而且我还整得这么平，不愧是村里开挖机最厉害的人。我先把这些土全部用斗趴了一轮，然后再用链条反复的压过来压过去。快到天黑的时候终于是把这个房屋地基整平了。然后东家又要我在房屋地基的后面挖一条爬水沟，因为这挖出来的土我实在是没有地方堆，所以就只能堆在他挖机上面了。本来在中午的时候，东家就叫了那台大挖机要他开走，但是他呢现在都还没有开走。这下沟也挖好了，如果他要开出去的话，又要把沟填了才能出去。我从下午3点钟一直干到晚上7点半才把事情做完。在这里上午做了4个小时，下午4个半小时，总共做了8个半小时。嘿嘿，今天又是多挣几百，生活多姿多彩。最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屋地基没填前和填完后的样子。你们说陈师傅这个活干得漂不漂亮？如果觉得陈师傅这个活干得漂亮的话，就给陈师傅点个关注，点个赞。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回见。少年漂流的痕迹，摆出这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不禁笑着，竟相信些人无法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这世间，